你到底是谁？居心何在？其实我们是一对妖侣，我们缘定三生，怎奈陛下因故早亡，臣妾只能追随到人间，来与您再续前缘了。可别伤到自己了。你不是要与孤共进晚膳吗？还不快去准备？是。孤来此泉宫，发现四处都找不到你。臣妾不知道陛下这么早来找臣妾，早知道就不去御花园晨练了。孤昨夜来的。昨天夜里，臣妾睡不着，就想着去御花园逛一逛，竟然迷了路。夫人，昨夜陛下为了寻您，光是御花园就找了4、5遍。我要说我掉井里了，你信吗？切，思虑这么多，活该陛下头疼。孤是君主，岂容你对我如此放肆？陛下终于笑了。陛下，玉足城魏显云没了踪影，像是在狱中凭空消失了一般。你对外宣称魏显云已死在狱中，我没有受伤，这难道是别人的血？难道我受魔气影响杀人了？我们见过。这已是初见，不过这清澈的眼神，柔和的线条，还有嫩得快夹住水的脸蛋，这就是传说中19岁的弟弟吗？人间的东西这么好吃吗？人间？你想说你不是人啊？你可以把我理解成仙女。你以为凭这种说辞就能引诱孤了？要怎么引诱你才会上钩呢？大胆！准备一下，孤要带他回宫。孤怎会心跳如此之快？难道就这样被他引诱了？师长们，灵山上所有被灵力破坏的地方，皆有司马胶和灵火的气息。看来他这次的矛头，依旧是指向您呢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司马胶重伤未愈，竟还如此的狂妄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恐怕其他的灵山都会落到百峰山那样的下场。来人，掌门有何吩咐？速去召来10几名高修为的弟子，前往五峰山加强防备，不能让任何人再次跨入。是。袁公主，这五峰山有我师氏一族的极为重要职务，你随他们一同前往，替我守住五峰山，一有异动，立即汇报。是。父亲，灵火并不在五峰山，难道您是想瓮中捉鳖？这袁彻定是有备而来，那我们便将计就计吧。我们就是要利用袁彻这个诱饵，将司马胶诱至五峰山。我会带着弟子在那儿潜伏。好。哦，对了，父亲，那藏有灵火的太微山也需要多加提防，孩儿带亲信暗中前去护卫。你可一定要注意隐匿踪迹啊，务必要守住太微山的防线。待我们擒住了司马胶，换了他的血，便可找时机融合星生灵火了。掌门，叶公主来了。让她进来。是。你先去准备吧。是。叶公主，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往五峰山，那是你带着你的族人返回魔域的大好机会呀。这次，你可要拿出你最大的诚意来。司马胶在五峰山，他设下的局，他一定会去的。师祖，袁彻来信了。
请随灵力指引前行。鱼上钩了。什么鱼？石千缕吗？你不必忧心这些。我想知道。念九，你快告诉我。这施家灵山地域呢，甚为广阔，即使施主转换了诸多傀儡人前去寻找，亦要耗费不少时间。所以，施主便故意让袁彻以他的灵力破坏施家灵山，这样就可以引起施千缕的戒心。哦，如此，施千缕必会派人前往灵火藏匿之处加强防备。我们只要悄悄跟着他的人，便能找到新生灵火所在。你留在这里，我去就回。不，你伤口还没有恢复，我也去。虽然不一定能帮上多大忙，但是我同你一起，总比我一个人胡思乱想要好吧。只此一回。走。袁公主，我施家随行弟子已就位。好，随我前往五峰山。是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回禀掌门，弟子已召集300高修为弟子与您同行。旭儿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已准备妥当，孩儿随时可以带亲信秘密前往太微山。很好。既然施掌门让我们守住五峰山，那你们先留在此处，待我去周围确认无异状后，再与你们会合。是。掌门。施掌门，不要忘了你我之间的承诺，杀司马娇可以，但不要伤了廖廷燕和黑念九的性命。叶公主还真是重情重义呀！只要你拿出你的诚意，我自会一诺千金。司马娇即刻就会现身，一旦出现，立刻围剿。是。不知父亲那边如何了？少主不必担心，掌门所带的数百名弟子，修为大多在化神之上，且有掌门坐镇。如今司马娇又功力受损，必定难以脱身。我们只管先去太微山守住灵火。这庚辰仙符啊，就快易主了。走。原来那老东西把灵火藏在了太微山。你怎么料到五峰山没有灵火的？还知道他们会分2路？五峰山也有先前布下的傀儡人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能通过傀儡人感应到凤山血脉的踪迹，所以你一早就知道五峰山没有灵火，同时又料到施千缕不放心真正新生的灵火所在，定会派人前往守护，所以他会分2队人马，一方诱你入局，一方去守护灵火。因此你干脆将计就计，命袁彻佯作中计，同时在施真旭身上施以追踪术，让他给我们带路，避免我们大海捞针。天资聪慧。看来袁彻并未与司马娇合谋，司马娇也没有被你的计策所蒙骗。孩儿已准备妥当，可随时率亲信弟子秘密前往太微山。糟了，中计了！
真旭，司马昭追的是你，停下来，速速回府。是谁？袁尚，你本可以多苟活几日，偏偏要在我面前找死。石家老贼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居然想加害于我，无耻之极！哼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与魔族勾结的窝囊废，我杀了你，你死有余辜。你残害无辜，为达目的大肆杀戮，与司马昭相比，你才是那个丧心病狂的罪人！待我执掌庚辰仙府，谁是罪人，谁是圣人，都由我说了算。老东西，我杀了你！呀，圣儿！袁彻，你也来找死？雪天驴，不愧为人。走。父亲，是孩儿无能，总是拖累您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是我儿啊！孩儿曾经贪心，犯下大错，让父亲失望了。但是孩儿一直想做父亲的骄傲，而不是累赘。绝不是自食之后养出来的废物！都给我起来，随我去太微山。父亲的传音飞鹤。真旭，追的是。停下！速速！为何听不清？难不成父亲那边出事了？少主，出了何事？父亲那边恐生变故，我们现在立刻赶往五峰山。走。是。
带我去找那簇灵火。痴心妄想！既然如此，司马家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待我父亲找到这里，你必死无疑。这庚辰仙符必定是我们施家的。哼，不能杀了你为雪儿报仇，是我唯一的遗憾。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暗雪是施千缕杀的，跟我们氏族没有半点关系。不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司马教的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！刚养好一点，又流血了。无妨，方才你做得很好。既然动手了，更应该练一练。杀了他。不要吧，我不要。司马教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厮守？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为何要这般与我置气？我说了你也不理解。我的确不解，那施真须对我们心存杀意，又那般羞辱你，我才要你亲自动手。我知道你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会被人杀的环境中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我也想坚持不到绝境不杀人，这不行吗？庭砚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那你想如何？我从来没有阻止或者强迫过你做任何事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。
可对于我而言，从来只有想做和不想做，没有不能做。对我而言，杀人就是不能做的事。你可以不喜欢杀人，但不能不会，否则便是被人杀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。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见我？师祖，师真续所行方向应是灵火之处。您今日转化的释迦傀儡人，也已经在附近的灵山为您查探灵火的下落了。我也去查探一番。我同师祖一起去。不，你在这里护着他。真虚啊，是为父的过错，让你遭劫了。你放心，为父一定会守着司马教，替你报仇。掌门，太微山无恙，司马教尚未发现灵火踪迹。还好吗？发现的及时。只是我的旭儿。但是那司马教二人行踪诡谲，极难追踪。你们不是已经查到他们两个曾经出入过我的释迦宝库和雷鸣山谷吗？去，就按这个线索，让叶如林去找。上一回他不是找到了廖廷业吗？这一次他一定有办法找到他们两个的藏身之所。去，是，回来。我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，让叶如林去密室找我。是。苍兰，苍兰，你怎么样？姐姐，师掌门，你为何咄咄相逼？叶公主，上一次你亲手处决了那条黑蛇，我没记错吧？但是如今，他并没有死。哼，你尚且对一条畜生如此的心慈手软，那对廖廷烨恐怕更会不忍心。你说，我该如何是好啊？师掌门，你先把我妹妹放了。你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？3日之内，必须给我抓到廖廷烨，不然迟我1日，杀你100人。苍兰，苍兰，师掌门，我对你还是太客气了。
3日，你只有3日的时间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苍兰，苍兰，别怕，姐姐在呢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别怕。我不怕死，我只是好遗憾，没能亲眼看着族人回到故土，看到母亲的遗愿实现。别瞎说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姐姐，我一人性命，比起全族人来说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姐姐，不要被丝绸蒙蔽，记住，你答应过母亲和我的，一定要带族人回家。苍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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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姐姐错了，对不起，苍兰，对不起，苍兰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知道我杀人了吗？我错了，能不能别这样对我？太吓人了！能不能别让我一遍遍想起来了？不行，我要去做点别的事情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总之，我不想杀人，现在我也不想看见你。那你何时会想见我？周围没有他的气息，难道他走了？师祖，他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庭院让我不要跟着他，他只说要把雷鸣山谷抓来的隐生虫派上用场。闻起来这么香，我却一点都吃不下。司马椒，我之前在一本游记里看到说有种隐生虫能够钓飞鱼，我便偷偷收集了它，想着我可以为你钓鱼吃。那便一起尝尝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
一直与我置气吗？如果你对我来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祖，我是不敢跟你置气的。可你不是了，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安宁的日子很是珍贵，我不该与你争吵的。这话说的我们好日子不多了一样。自然不是。下午没睡好，困。那便睡吧。听言，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这天下之事，没有一件能让我畏惧。但我现在一想到，你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稳住！别害怕，是梦。不是梦，这是我真实见过最恐怖的事情。我曾经在自己的灵府里见过尸山血海，也见过无间地狱，竟不知一个人会因为杀一只畜生而遭受如此折磨。你拿我的害怕当开眼界了？自然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枕着这个入睡，凡是做梦，都会是美梦。这么神奇？这个枕头不像看上去那么个人，还挺舒服的。我今晚也进灵府陪你。这是什么香味？像是甜食的味道。
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来，大家一起祝师姐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啊！来，生日快乐！你们干啊，我随意。好。来，天言图二，咱们把蛋糕分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盘子。这个好。娇娇，快来呀，给你留了蛋糕。早安，娇娇。做了个好梦吗？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我梦到了师父、师弟们给我庆祝生辰，还有你。我们一块吃了蛋糕，我想到之前跟我家里人在一起的日子。看来这玉枕效果很好啊。这么有用，你为什么自己不用啊？我拥有特殊的能力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不少的法宝和灵药都对我无用。这只玉枕亦是如此。幸好有我，你等我用这个枕头调节好了心绪，就能继续在我的灵府里休息啦。但是这上面为什么要雕一只野猪啊？野猪？这玉枕上刻的是梦墨，它能识梦。这是传说中的梦墨？区区梦墨，怎么还称得上传说呢？我没见过嘛。那等我归来，我带你去看梦墨。你今天有什么要事要忙吗？没错，去搞事业。我会吩咐念九在这里陪伴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踏进内府中心半步。好。这个璎珞项圈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我寻来了雷氏至心炼化塔。以后就算遭遇雷劈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坏。我们这才从雷鸣山谷出来没几日，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练好了，厉害！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，即使是你遇到像释千缕那样的高手，就算你躺着，对方用尽全力，也要打半天才能破坏。那破坏之后呢？在那之前，我就会找到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没人能伤得了我。瞧给这祖宗厉害的！啊？我是说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
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用听，我能猜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身上还有另一缕司马氏的血气，是那供养灵火的人让你带我去找他。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血雾阵，用凤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。看门狗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
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簇灵火果然在此处。我的娇儿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娥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欲生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。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！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，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：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娇儿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娇儿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，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
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公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。死了，不好！司马鄂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世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世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释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释拥有伙同他的弟子10千缕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释拥有与10千缕暗中打造了白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簇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万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。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1000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你能如愿了。不好，太尉者出事了。掌门，叶公主传信，已有廖廷彦下落。速让介入林，将廖廷彦绑去太玄峰，否则他
应职公族人都要死。是。我感知到了太尉山的灵火有异样，恐怕这司马娇已经找到了那里。我先行去查看，你速速通知各国公主前往太玄峰布阵。一旦这司马娇现身于太尉山，我便会利用廖廷彦将他引去太玄峰。到时候，我们各国公主合力将他擒获。是。莫非司马娇这一遭会发生什么意外？呸！哪有自己筑自己道侣的？他那么厉害，能杀他的人恐怕还没出生，哪怕受点小伤，也不会有大事的。要是刘光静还在就好了，也能让娇娇给我报个平安。朱灵，啊，念九。朱灵，念九，廷烨，抓住他！叶公主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仙界，只有我认得你的极寒痕迹。近日你修为大涨，那痕迹也越来越清晰。那我还得谢谢你，现在才来抓我。掌门有令，若捉不到司马娇，务必要将这个廖廷彦带回去。廷烨，找死！叶公主，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你一个小小的弟子也敢质疑我？是掌门是让你们监视我，但没有让你们命令我。我做什么决定，无需向你们解释。还是快办正事。带走。走。你们放开他！廷烨，放我出去！朱灵，你快放了廷烨！朱灵。啊！我的灵火！你终于来了！你揉了我的灵火！我们几百年筹划的大计，竟让你得了利！司马娇！你这个卑鄙的、该死的混蛋！过奖了。哎！司马娇伤我女儿，让我饱受痛苦。我要让他也承受此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竟然有极强的防御，我就伤不了他。月公主，大敌当前，不要冲动啊！月公主，今日若是谁想毁了这件捉拿司马娇的工具的话，我只能将他视作破坏八宫大计之人。叶如莲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哦，你到现在还与廖廷烨惺惺相惜吧？月公主，现在不是谈私仇的时候，我们得干正事啊！日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各位公主，事不宜迟，摆阵吧。
还请立即通知师掌门人影带到，让他速速将司马娇引至太玄峰。 氏一族的血造成的血池，也将毁于司马氏一族的血。石千缕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听。 石氏一族所在的灵山、祭神庙、祖墓，你的掌门太玄峰，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的所有灵山和你们偌大的氏氏，都将不复存在。石千缕，看到自己苦心创造的一切被毁掉，滋味如何？司马娇。 你一直在策划这件事，你会后悔的。逼迫我，将我的族人逼来此处，我得和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小心！这也走不了啊！
你带在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在太玄峰。我们死，她也会陪着我们一起死。你说什么？你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你会亲手杀了你最在乎的人吧？此会如何？你狂妄至此，终得报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等你回家了。庭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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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庭琰。法宝挡不住我的灵魂。
安和，我们快招架不住了，你速速带人回去做好防御，守护好师祖。念九，那你呢？我还能撑一会儿。快走！魔主有赤与他那个国师明离，不久前又攻下了一座城池。要是师祖还不醒来，仙府怕是真要亡了。唉，谁曾想过，风光无限的仙府，如今会沦落到这般下场。要是师祖还醒着就好了。是啊，听说当年师祖是因为师祖娘娘仙韵急火攻心，再加之融合心的灵火出了问题，这才陷入长眠。若是有他在，不知师祖是否会早日醒来。是啊。师祖，庭院，师祖，师祖，老板，司马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快来呀！早安，娇娇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你的神魂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公主，前方战事如何？前方阵地已被数百魔兵攻下，很快便要打到这儿来了。数百，加上后备营里的各宫门人，我们的兵力只有数十人。还请公主将剩余兵力全部交于我，我与黑念球一起为仙府死守到底。死守到底！好，我们修仙半生，如今为守护仙府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。他们来了，仙府诸位，保护师祖！是。灵火是师祖，真当我死了？拜见师祖！拜见师祖！师祖，师祖，你醒了。哭什么？师祖，你体内的2团灵火已经彻底融合了吗？庭燕呢？可有他的消息？师祖，您忘了吗？
庭燕的身世碎片根本就没有留下来，他已经不可能脱身了。还有入灵，入灵也是。施家那帮人呢？自从太微山一战之后，施家就几乎全部灭完了。但是我们搜遍了仙府所有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施千缕的尸体。我想他一定是隐姓埋名，在仙府某个地方藏了起来。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施千缕肯定待不下去。这屏障的漏洞，便是他逃窜的最好机会。师祖的意思是，去魔域斩草除根。师祖，白竹虽然医术浅薄，但求随师祖一同前往，护师祖康健无虞。师祖，您才刚刚苏醒，就要赶去魔域吗？你有异议？弟子不敢。只是弟子有一事相求。仙魔大战之时，不少仙府子民被掳去魔域，下落不明。弟子斗胆恳请师祖，倘若在魔域遇到他们的时候，请为他们在魔域建造一个庇护之所。我本无意毁掉这里，可终究还是落得此等地步。这并非是师祖的错。当年仙魔屏障无故被人摧毁，你沉睡之后，魔主又盯上了我们仙府的地盘，才会这样生灵涂炭的。师祖，您这是将仙魔屏障修复好了？看来师祖并非像传闻那样刻薄。师祖娘娘亲善随和，不喜杀生，师祖因她才有了变化。可惜命运弄人啊！主上，明离，700年了，我何时能复生？主上，白骨原是魔域魔气最充沛的地方，您且安心在这里休养。主上放心，神魂归位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如今就只等司马教的凤山之喜了。他沉睡了18年，18年过去了，你竟然还没把他带到我面前。回主上的话，他今日已经苏醒，且他已经成功融合了2簇灵火。废物！主上息怒，我们还有那韩愈可以杀司马交取血。你找了那么多年，都毫无收获。我看他早就死了。不，那韩愈定还活着。那仙魔屏障的缺口上所残留的极寒痕迹，便是意味着他从18年前的仙府大灾中穿过屏障来到了魔域。只是，恐怕他已经身受重伤，我们才没有办法找到他的痕迹。世间仅有这一条韩愈，是刺杀司马交的绝佳之期，一定要给我找回来。不过，如今司马交体内已有2簇灵火，即使找到韩愈也杀不了他，恐怕还得借助一件远古魔器。你顺着地图去找刑天锁，只要将韩愈炼化成灵石，镶嵌在这刑天锁上，便能杀了司马交，抽干他的血，为我血祭。属下即刻启程。主上放心，我必定尽全族之力，务必找到那韩愈廖廷彦。
拿着！